快乐不整虚的，咱的评价都是真的。感谢帮我们发现好去处的大众点评冠名播出。番茄是个宝，茄皇错不了。感谢约一颗阳光番茄在里面的茄皇联合赞助播出。颜值饥客鲜满10分，感谢颜值下降但鲜味爆表的海天博颜特约赞助播出。可口可乐一升元汽水，快乐不卡顿。本节目由可口可乐行业赞助播出。乳铁蛋白加乳脂球膜，助力宝宝体质双优。感谢真心守护宝宝成长的美蛋陈兰珍赞助播出。好网络就选中国移动，本节目由指定产品中国移动赞助播出。咔嚓咔嚓一起脆翻天，本节目由美味酥脆有料有趣的雀巢脆脆鲨赞助播出。兔友全国巡演已经火热开启，打开效果小程序参与城市许愿，享优惠看演出。我刚刚大学毕业没多久。谁问00后的事儿了？谁敢看我？别怕，张俊是你队友。我要做世界上最宠他的人。来吧，老头，咱们练一练。杀疯了都已经！我春晚那饺子应该蘸他这下这话吃。3两都不容易。快乐不整虚的，咱的评价都是真的。感谢帮我们发现好去处的大众点评冠名播出。番茄是个宝，茄皇错不了。感谢约一颗阳光番茄在里面的茄皇联合赞助播出。颜值7克，鲜满10分。感谢颜值下降但鲜味爆表的海天博颜特约赞助播出。欢迎各位来到脱口秀和他的朋友们第3季，各位第2赛段双擂之战的第2场擂台赛，截止到目前已经赛程过半了。来，又是一位新人朋友，要和大家聊的是他的学生时代，掌声欢迎冯子豪。嘿，谢谢大家，我叫冯子豪，大家晚上好。我叫冯子豪，我今年其实24岁，我刚刚大学毕业没多久。我大学学的这个专业叫经济学，经济学主要研究的是资源稀缺的情况下如何分配，但是我大学主要研究的方向是数学不好的话怎么毕业。哇，太难了，朋友们，我数学真的很差，我记得我小学数学就不及格了。有一回测验没好好准备，我考了8分，给我们老师吓得不敢找原因了。看着我说：“孩子，没事儿，你就是有点粗心了。”粗心了，考8分，啥意思？我是一不小心做对了2个题。真的很难受。所以大学填志愿的时候本来很简单的，就是不要跟数学有任何的关系。但是偏偏我们那一年填志愿这件事本身就跟数学有关系。我是山东人，我是第1届山东新高考改革的考生。哦，各位你们也知道，第1届嘛，一般就是起到一个垫脚石的作用。哇，各位填志愿的数量简直是狂野。我们新高考之前每个人只需要填5个志愿，新高考第1届每个人填96个志愿。96个，96个，你知道在山东再填12个就能上梁山了。上梁山。去问为什么，老师说是为了让大家有充分的选择，会不会有点太充分了？我记得我们数学老师讲过，这个叫充分，但是不必要。我没办法，我的数学是处理不了这个量级的志愿了，我就去找我爸。我爸也不会，我爸人家当年高考就填了3个志愿，他们用一个顺口溜就填完了，叫冲一个稳一个保一个。我爸说要不你也这么填，
我说我怎么填？冲36个，稳36个，保36个。我爸看着我，孩子，32个。我说为什么36个？哎，真是。我们家就是在那个时候知道我要完蛋了。但是真的没办法，96个太多了。我们的首要目标不是填好这些志愿，是填完这些志愿。我妈就说这样，咱实在不行的话呢，咱把清华北大也填上，试试。我说我确实是没敢想过，清华北大的前一句是实在不行的话。真的没办法，就凑着那个大学目录把96个志愿填完了，然后就看录取结果。各位，你们这辈子没见过那种狂野的录取结果。我的屏幕上就写了一行字，说恭喜您顺利录取至第67志愿。67志愿，还是我的志愿吗？我第67要好的朋友就不认识吧？恐怖的来了，我都不知道我第67志愿是什么。你别说啊，人还真是一下想不起来自己第67想上的大学。去查了一下，发现是一个经管类的专业。我说嗨，没事儿，反正不学数学就行。不学数学，学高等数学，还有线性代数、概率论、计量经济学、数理统计学。我都傻了，我爸也傻了，我爸开始说胡话了。他说：“孩子，你这么想，你这么想，万一高数你反而学得懂。”我说：“那我之前学不懂是因为它太简单了吗？”哎，有这种情况吗？一元一次方程解不明白，但是拉个朗日中值定理手拿把掐。我不是说不想学数学吗？我爸有时候没记得填过这种志愿，我们全家就回去检查了一下96个志愿，检查了一遍，各位96个志愿，只有这一个能学到数学。想起我小学老师来了，粗心了。我这个志愿填的95密而艺术啊。这也太倒霉了，96%，以至于你经历过这种事儿以后，人的心态是会产生变化的。我面对不了我大学里一些专业课，比如说概率论。我们概率论老师说，同学们，低于5%的事件，我们称之为小概率事件。概率论认为小概率事件不可能发生。我说我看未必呢。但是上大学的时候是怀有侥幸的。我跟你们说，人就是这样，人知道自己完蛋的时候，他就会怀有侥幸。我在想，万一呢？万一我真的就是高数反而学得懂，我就抱着这种心态去上了我人生中第一堂高数课。小概率事件不可能发生。各位，我都不是听不懂，我问不懂。这你们身边有那种数学学得很好的同学吗？他们做题没有过程。没有，我去问第一节课，我说同学，这个 log 下边你怎么知道是趋近于0啊？他看着我，就趋近于0啊。我看着他，我心想，我是不是忘了把他深度思考打开了？没有过程。我当时心想，你坐这儿学经济学干嘛？你去证明哥德巴赫猜想多好呢？发个论文就1行字，就猜对了呀！好厉害呀！我刚听孙熙那段子，我都恍惚，这不就是我同学吗？你想当谍者吗？你就是谍者呀！很难，但是我的高数要挂科了，我得想办法。我就每节课下了课之后都会去找我的教授问问题。各位，我不是为了弄懂那个问题，
我是为了让我的教授知道，这个班里有一个热爱高数的孩子，万一期末他不及格，肯定是有他的难处，捞一下他。我真的很想告诉我的教授我到底去了多少次，但是我自己都记不清楚了。哎，要是当时有大众点评帮我就好了。生活中的点滴，点一下就能记录，去一次就打卡一次，把教授办公室变成热门打卡点，记录我的每一个努力的瞬间。别学我，各位，拙劣，问的问题都不是人能问的。我觉得自己可努力了，可上进了，拿着书，教授，这个题不太懂，能给我讲讲吗？教授看着题，同学，这个是公式。好窒息啊！题在下一页。我现在知道高数是你的短处，你能不能不要老看自己的短处，你去找一找自己的长处在哪里？我说教授，我的长处在剩下的95个志愿里啊。所以到了期末考试的时候，你都不好说是我更努力还是我教授更努力。我期末高数的成绩是60分。大学生都懂这个分数的含金量。全是我教授的含金量。我感觉我教授想明白了一个恐怖的道理：如果让我重修的话，我还得再折磨他1年。我和教授都很尴尬，我觉得不怪我们，是因为经管类这个专业本来就很奇怪，他明明是个文科，但他要学数学，你懂吗？这不是把文科生骗进来吗？你都看见我高考的数学成绩了，你不知道拦着我点儿。他平等的欢迎所有人进来，他就很像是那种机场的出租，欢迎所有人上来，说小伙子先上来吧。你说安全吗？我数学不太好，没事儿，不走高数。不只是我，理科同朋友们其实也难受，因为毕竟是个文科，各自有一半的科目学不懂，真的很难。有一门专业课，我们有一门专业课叫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啊，我无所谓的，高等政治嘛。我同桌学疯了，痛苦的像我在上高数一样，来找我问题来了。同学，生产力为什么决定生产关系啊？我也很同情他，我说就决定了呀。讲到这儿，谢谢各位耳朵，好，拜拜。太厉害了，疯了，疯了，好强啊！真好。投票倒计时。谢谢大家。冯子豪，你比你的第一轮又进化了。对，而且冯涛这回演的是爽多了，是不是？对，第一次感觉憋住了，对，这一次感觉爽了。其实我们几个00后，我们这次新人的几个上台的00后，其实都非常非常紧张。谁问00后的事儿了？娘娘老师很少插嘴的，真的是愤怒的小鸟。对。因为林晨说他上台手是抖的，其实我手也是抖的。那你们几个00后手牵手的话，就变成传电了，是不是？一直都在这。你当时最想学的是什么？我其实当时最想学的是当一个编剧。哦。其实我是一个艺考生，然后我是因为我其实填96个志愿很困难，是因为我一开始没有想过我要填96个志愿啊。其实后面我希望有时间写这个东西，但是我现在可能处理不了，就是我艺考没有考上，然后我就被迫快速的要处理这96个志愿。懂了。当时你报我们学校了吗？就是您的学校，初试、复试都过了吧？其实联考、统考都过了。哦，现在是面试吗？刚才不是，我就说以冯子豪这样的状态，如果是有面试专业，他是肯定可以过的。不怪咱学校，最后是学校。哎呦喂，真会聊。山东的朋友家里教过，山东的朋友对，会聊天。
我觉得上一场就非常优秀了。对，上一场已经很好了。对，然后这一场就更加的放开，然后它节奏更加好，而且它的语速啊，就在一个刚好就听完了那个梗，刚好接上。我们这里有个观众都快听疯了，对，他俩一直这样，哇，已经弄出摇滚乐了。为什么呀？我也是山东考生，他也是山东考生，这也是学经同一届。听一听那个娘娘老师怎么评价00后的。就是冯子豪的文本结构其实从第一篇到第二篇都是结构很完整的嘛，但我感觉因为你的表演里面有一种狠劲儿，就你的表情和你的眼神，但你第一篇讲的又是买二手车这个事儿，感觉这个题材又不够让你那么狠，但是学高数，就跟他形象能搭上，然后大家信服度更高一点。对，就学高数真的让人咬牙切齿，所以感觉很容易进去。好，谢谢杨老师，感谢。谁能想到呢？会被一个讲高数的一个段子完全硬控。其实数学是一个很容易出梗的一个门类，因为数学本身它太另类，然后太精准。特别冷静，有很多的术语，其实我们完全听不懂。比如你刚才讲那个 log 什么什么无限趋近于零，那我们不懂的，就是因为太过陌生了，就那种间隔感会先天有一种特别好笑的东西，所以完全没有因为不懂而产生说笑不出来。然后最后就是36那个地方，对，瞬间我们在算。我说，哎，为什么是36啊？是黄子一下就是说这不32吗？我以为我错了。肯定你能进到下一轮的，对，可以讲高考，数学还可以讲。我还有很多数学的段子，绝对的，就是因为冷静，因为折磨人，就格外的好笑，必须要把它给讲透了，太讨厌了。好嘞，厉害！谢谢。这是这支小队派出来的第1位选手，哇！而且是接刚才的，能接住，还能接这么好，接刚才那个氛围，杀疯了都已经。哇！来，小冯同学，来看一下，在校友团满票的前提下，现场观众给你的票数是200，感觉有200。大于90，肯定200。203，观众给你的票数。这也太高了。最高和大刀一样是吧？各位，我们现在不得不联系上一个擂台赛，目前冯子豪和上一个擂台赛的王大刀，成为了整个第2轮的最高分，206分。一个靠的真诚，一个靠的真恨。太棒了！来，子豪回到队友身边。谢谢大家，太牛了！高数没有得到过的分，在这儿得到。太棒了！我天，太牛！加油！咱能赢他们，加油！没想到捷达没有这样的成绩，还是在为捷达惋惜。但是你让我拿个这么高的票，我确实是没想过，我真的没想过。就是今天就完全是，至少我是逐渐熟悉这个舞台了。我今天突然发现，哦，原来这儿还有个这个，原来那个地方长那个样子。我真的感觉跟第1轮的时候我看见的舞台都不一样了。第1轮的时候，呈现呀、节奏呀、表演呀都很。就是一团乱了。我说没有 ，A 面听完了，翻 B 面。我们来看一下冯子豪和小齐得到的票数。我和小杰是2个最低分嘛，我就感觉我们俩就双走了。就是我现在觉得我的实力还不够，就表现不好呀，尤其是我自己不满意，对自己超级怀疑，觉得自己可能不适合线上呀，或者觉得自己调整不好状态呀。1赛段结束之后，那真的是啥负面的评价都往身上套了。学一个10条不该犯的错，所以后来做了很多调整，包括写段子的方式，包括我段子的角度，包括去开放麦训练的频率，就是为了让我的状态变得更好。我们是一个俱乐部的嘛，他是一个对事物要求很完美的人。他追求完美，追求极致。
我对我自己的期待就是变得优秀，永远努力向我前面的优秀的人看齐。我希望在不停地变得优秀的过程中，找到我生活和生命的意义。在捷达这个段子已经没有办法陪伴我之后，我现在已经下车走了一段了，而且走的这一段还走得挺不错的。我希望继续这样走下去。我下车了，但是我会回头看看那辆车。捷达还停在我成都的车库里，它还加满了1箱油，我回去还会继续开它。我一直都会是开捷达的风格。下一位要上场的朋友，说自己没有什么眼力劲儿，来，侯志远。Hello， 大家好，我叫侯志远，谢谢啊，谢谢大家。没有眼力劲儿啊，这个是我领导给我的评价。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这样，反正我不太会和比我地位比较高的人相处，听不明白他们说话。我大学毕业的第一个领导杨总，他喝多了以后就喜欢问我一些奇怪的问题。说小侯，你知道刚才咱喝那个酒多少钱吗？说话，我害怕极了，我不敢接话，我怕他跟我 AA， 你知道吗？他说那一杯酒顶你1周工资，吐我一身。我说这什么意思？这是给我发年终奖了吗？你是？整不明白他，我听不懂，更看不懂。杨总这个人特吓人啊，他有特异功能，他的眼睛会说话。有时候他正跟客户碰杯呢，转过头就瞅我，哎，我说啥意思？咱俩一起来陪客户喝酒，你喝一半突然跟我打招呼，但出于礼貌我也回了他一下，哎，来了杨总，饭菜都挺好，脸一下就黑了。当着一堆客户面啊，抄起个空酒瓶子就朝我砸过来。我大意了啊，没有闪，但我一把接住了。为了缓解尴尬，自罚了一杯。这是太极里边的一个技巧，叫接化罚。有，可以的。酒瓶子能接，场子也能接。我怕他再动手，我更怕丢工作，所以我就只能开始揣测他的想法。经过我的研究发现，这个是他自己研发的一门小语种。翻译过来意思是说，你猜你该干点啥？我不理解为什么不能有话直说啊？有一种说法是，模糊的指令能增加人威严的感觉。但我感觉你再威严也不能这么模糊，对吧？奉天承运，皇帝，经死皇帝，你这相当于是直接给我赐死了，你这是。但我语言天赋还挺高啊，我很快竟然真的掌握了这门语言。我最厉害的时候，我甚至能看懂杨总看其他同事的眼神。有一次一起喝酒啊，杨总看了我身边同事好几眼，我同事过来问我说：“杨总啥意思？”我瞅了一眼，杨总在那儿，我说坏了，这是个长难句儿。我说你记啊，我说你记。杨总让你在客户不注意的情况下出去把单买了，买单前加一份主食，再加2箱啤酒。哎呦，这我同事吓坏了，他说你怎么看懂的？我说就看懂了呀。太厉害，给他吓懵了，他没想到我这么通人性。一下就冲出去结账了，但其实我被训练的越好，我就越恨自己，因为我上学的时候不是这样的人。上学我想生当做人杰，毕业给人低头换骨碟。我也想当会儿人，我不想再那么继续弯着腰，所以我开始逃避酒局，我开始主动申请出差。但是我没想到出差也能碰到同类。有一次出差坐飞机来上海这边，我是坐在那个飞机过道左边的位置。
然后我左手边坐了个中年大哥，隔着过道，右手边是个年轻小伙。那大哥一看就是领导，因为飞机边飞啊，小伙边隔着过道，隔着我舔大哥。我这有点危险，你这都属于是高空作业了，你知道吗？小伙舔的方式也很有意思，他真诚又笨拙，给我狗眼都勾出来了。我的妈呀！大家知道飞机会有广播吗？飞机广播，空姐说，飞机前方落地上海，上海地面温度是0度。小伙抻个脖子过来说，陈主任，前方落地上海，上海地面温度是0度，你把衣服穿好，千万别着凉了呀，陈主任。飞机上没有人说话，所有人都开始回头看大哥，大家都想看看是什么主任坐经济舱 B 座。那天还是个晚上的赏月航班。哦，但我根本看不到月亮，因为小伙一直是在我面前给陈主任调整安全带、调整座椅靠背，把月亮全给我挡上。这个现象在天文学上叫天狗舔月。小伙还用保温杯提前泡好了茶水给陈主任倒水，也是到岁数了，喝点水就开始上厕所，我就给他让座。每次他上完厕所回来，小伙还会给他投喂小零食。陈主任，您吃点牛肉干，您吃点坚果，舔的还挺科学，舔的还挺科学。他奖惩分明的，有没有发现？整套流程我看起来更像是小伙在训练陈主任上厕所呢。我感觉航班时间再长点，陈主任能学会用猫砂。我卡在他俩中间实在难受，我就趁着陈主任去上厕所，主动问那个小伙，我说要咱俩换个座，这样你照顾他方便一点。小伙说不用了啊，谢谢，我不想挨着他。我特意跟他隔开坐的。我说什么？我说这小子有点东西啊！我恍然大悟。刚才那些操作，原来他是故意恶心陈主任的。给我上了一课，真正的猎人居然是以猎狗的形式出现的。别往香了，我感觉这小伙舌头上长满了倒刺，他专舔陈主任伤口子呢。我也是第一次见到这种就是进攻型舔狗。汪汪队立大功。好强，投资源也变了。我不禁开始思考，狗真的只能被训练吗？生物学家巴甫洛夫发现，给狗喂肉的时候摇晃铃铛，时间长了，单独摇铃铛，狗也会流口水。这个研究持续了35年，他摇铃铛喂狗，摇铃铛喂狗，这35年他有多辛苦，狗就有多舒服啊！巴甫洛夫发现，你只要一摇铃铛，狗就会流口水。但是狗发现，只要一流口水，就有个大傻子给自己肉吃。那这35年，到底是他训练了狗，还是狗训练了他？他可以叫巴甫洛夫，狗也可以叫巴甫洛夫，名字只是一个代号。狗可以是他，他也可以是狗，狗是他的他，而他是狗的狗。所以。杨总看似是我的巴甫洛夫，其实他是我的狗。塞本受得了这个吗？我整明白了啊！我开始主动陪杨总喝酒，我要做世界上最宠他的人。后边他只要瞅我一眼，我马上点烟倒酒换骨碟，一条狗服务。我说来客户了，去握手吧，杨总。而且我不允许别人舔杨总啊！我不在的时候，谁给你倒酒了？说话。你身上有他的口水味。我要陪杨总喝到老。我要陪杨总喝到他躺在病床上瘫痪了，说不出来话。到那个时候，
我就是全公司唯一能读懂他眼神的人了。他躺在病床上开董事会，我就坐旁边当他的翻译。他在那儿，啊，我说杨总说这次项目的全部利润都给我。他在那儿，杨总说不止于此，他还要传位于我。哎呀，他在那儿，我说杨总说他同意器官捐献了。有人声带受损，可以试一下杨总的眼角膜，因为他的眼睛会说话。讲完了，谢谢你们，谢谢。市场又炸起来了！我的天哪，猴子！哇，幸亏呀！3天，对，没想到第二天这么猛啊！第二天这么猛。这感觉又是200了。我也是要205。炸，怎么会？倒计时开始。哇，厉害！因为小猴的表演本来是比较拘着的，对，他这回已经疯了呀，就是整个人。这回他就让你们看一下，说拘是拘，但是不妨碍我疯。这个角度是从哪一刻突然发现可以这么想的？也是最近写的时候跟大家聊，跟朋友们聊，包括也受那个王大刀很多的影响。哦，影响不少人。喜剧教母王大刀，他表演的时候也给我挺大冲击，然后我就模仿一些他就是比较大的那种呈现什么的。我明白，通过那个模仿他那些那个形象动作，你就是想到了这样一个角度来看这个事儿。对，那一刻想出来之后，自个儿是不是爽坏了？说哇塞，谁是狗？你们才是！哎，我有点担心，说大家能不能理解？说好像是这个舔狗疯了，就感觉这种感觉，我不知道会不会有这种。但是这不就是那个就是小王子那种什么一个人去驯养那个狐狸，然后其实是狐狸在驯养小王子的这个事儿吗？你这太美好了，翻译的。我能明白这个意思，但是他其实也是这个意思嘛，大家都是相互驯养。其实小猴有一个常年的合作伙伴，哎，就是 Seven， 对 ，Seven 才不敢这么说。我还得生活，你看看，我不活了，我。Seven 是小甜甜。你现在有公司吗？没有，就是。难怪啊，对，难怪。Seven 对小猴这段的评价是，特别羡慕，感觉得站起来评价那个有点坐不住了。就是对，因为我昨天演的也比较一般，然后。看猴哥那个同样是讲了一个猴哥啊，平时可不是这么叫我的。没有，开玩笑。哟，改口真快啊！小猴今天是猴哥，没有，就真的是就是既羡慕又为侯志源开心，真的很开心。周深太厉害了，我还有什么可说的啊？这太厉害了！看懂了。哎，但是我好奇，就是中间那个拿酒瓶砸你那个是真的，那个是真的。完，现实情况其实就是没躲开，但是我给捧住了啊，我给捧住了。他有给你道歉吗？他后边就不记得了。第二天拉着我开始回忆，说昨天晚上都干啥了。他就是当时就是喝多的一个情况。但是这一步一步的，就是把你激成这样了，对不对？对，激出来这么炸的一篇稿，哇塞，太棒了！谢谢。王子，这样的一段看似是定数的你们这样的人物关系，被你写了这么一个大的反转，我觉得在所有人看来就是有点像那种打工人临终前的那个幻想那种感觉。对。其实是我躺在病床上的，又有点像重生之我要训我领导，就是那种。其实坐飞机后边就已经疯了，但是我觉得你的逻辑完全成立，就是信服力极强，说服力极大。我觉得无论如何从哪个角度讲，你这篇文本无敌，表演无敌，节奏无敌，各方面都无敌，谁看谁一个。他这个特别后反劲儿，就我看的时候特别爽，但后来刚才你们在聊的时候，我突然开始有一种很愤怒的感觉。然后中间还有一段你听了会瘆得慌，就讲到那个巴甫洛夫的狗，然后狗在看他这个里面情绪张力太强了，而且我就觉得小侯
辞职以后，或者说离开公司以后，这个决定太对了，就整个人长开了，因为你没有什么可恐惧的了。这其实是被裁的。哦，那个不重要，那个都不重要。我们只看结果，结果就是有的时候你没有包袱了以后，你就轻装前进，一往无前。哦，我就觉得整个人在这儿焕然一新。因为小侯本人是一个特别的，看起来很善良、忠厚，然后又很克制的一个人，所以他讲这一段他不会过。如果但凡这人情绪本身是很激昂的话，会显得好像太过刻薄，因为他刚刚好那么善良忠厚的人被人欺负，完全中和以后就恰到好处。哎，所以鲁豫你说这个特别对，我们就想象一下，如果这是爱生气的小杜讲的，哎，那也别有风味儿。进不了单位，我这种人进不了单位。我看到别人在憋着的时候，我就已经生气了。因为侯志远一直侯志远老师一直小侯志远侯总，对，一直文本很好，但是之前因为有班上，所以情绪比较收敛。哇塞！然后今年裁了以后，就是有很大的突破，就是能量很强，就很了不起，为你开心。掌声送给侯志远。太好了，侯哥，这是职场的胜利。来吧，看分。哇，这组要到600吗？侯志远他得到的票数是204。哎，要出现了210，来个210。大猴子，耶！厉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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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下，现场不会有7个是领导吧？王子，不要拉这样的仇恨。不会有7个是领导吧？各位不要，各位放心头啊。投完票之后我们不追责啊。我们现在突然让后台调一下刚才没有投票的7个人是谁。都来了，太牛了，太牛了！再次掌声送给侯志远，太厉害了！最大的惊喜应该就是侯志远。奉天承运皇帝，哎，这个侯志远这篇稿子非常的丰满，就是你听完之后感觉它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东西，这是我第一次感受到这类稿子。哎，应该是我们前2期最好的一篇稿子，节奏码非常近，没有任何水词，最后的底又好笑，然后又非常有质感。因为他的眼睛会说话。就是你不知道为什么你想哭。小侯，我觉得他还是变身了，他的就给我的印象像进化了一样的感觉，所以恭喜他找到了和看到了自己。他相当于是我可以跟他共存了，他也没有翻篇。我当时敢做最大反抗就是，我说你再气我行，那我就去考研啊，就我也不敢去找他说什么，就是小胆儿。其实小时候胆儿就不大，不敢跟人起冲突，没有那么勇敢的一个人。一下勾起了我的回忆。我小学的时候，学校里边的一个混混，他就会故意要欺负我。你猜我的处理方式是什么啊？因为当时我们会喜欢玩一个，就是收集三国角色卡。比如说我这卡挺多的，我说听说你也玩这个，就是分享给你。他真就不打我了。我现在想想还挺屈辱的啊，就是为什么会这么应对这个问题？因为反抗就没有那么容易成功，我感觉，起码我的反抗没有那么容易成功，我就自己摸索出来了一条当舔狗的办法，没人教过我。现在想起来，从小到大你觉得做比较胆大的事情是什么？我没有做过什么太胆大的事，直到去年来参加录制节目，能在这么多人面前表达我的态度，目前这个事儿也算是我做的最勇敢的一件事。感觉有点空，
不空啊，挺有内容的。我是说肚子有点空。哦，番茄是个宝，茄皇错不了。来桶茄皇的新口味吧，每一桶都有约1颗阳光番茄在里面，干酪包一撒，马上有意面那味儿了。果然酸甜浓郁，而且每一根面都裹满了酱汁，给我香迷糊了。没错，番茄是个宝，茄皇错不了。这个小队派出的最后一位朋友，我们的老朋友，来，小雪，加油！大家好，我是小雪。哎呀，跟2个弟弟一组，简直太幸福了啊！而且我觉得我们这个组特别的好，正好是说的人生的3个篇章，是不是？校园、工作和家庭。哎，到我这个篇章了啊！去年呢，我跟大家讲过啊，说我是2个孩子的妈妈，而且我跟我的老公很般配，就是属于大家眼中那种最萌身高差啊。就我的身高是1.70米，他的身高正好是1.58米。这是真事儿，这我发誓，我拿我老公的命发誓。我老公那个命经得起啊，他是万岁万岁万万岁。谁敢看我？我这口吻太娘了。而且我老公这个人啊，很内向，很内向，他不爱说话。就是我以前啊，我带他去坝上草原上骑马，姐姐会骑马，厉害吧？而且草原上的马便宜啊，1个钟头才收费你60块钱。他不会骑，他跟我说咱不勉强，是不是？人家不说，我让他骑他就骑。那草原上的马多旷野呀，前面带着我，后面带着我老公，哎，草原上狂奔1大圈，回来了以后就剩我跟马了。这60块钱花的值不值？而且啊，他这个人他不爱说话，他脑子还直。就是我们相亲那会儿的时候啊，他就不说话。我说那你没什么可说的，你就走吧。他说哦，好的，真走了。见过这种直男吗？真的，妹子们记住了啊，咱们有什么气咱们别闷着，一定得说出去。因为这世界上真有这么一种男生，就是你都气死了，他还不知道你在生气。别人问说，哎，你女朋友怎么30年没联系你了？他说不知道啊，就没联系了。所以说嘛，我回去我就给他发信息，我说你不送我也就算了，是吧？你连个起码的注意安全都不带说的。这注意安全，这是男生对女生最基本的关心和尊重。我说你就是活该，你要能知道起码的注意安全，多年以后你能从草原上掉下去吗？当时我就想，爱分不分了，反正我把这个话说出去了。我说你看，我跟你说我今儿生日是几月份，你听进去了吗？结果啊，他给我发了一个7块钱红包，他说是7月份，我听进去了，抱歉，我不会说话。哎，我一看那个啊，我试着问，我说那我的身高是多少？给我发了一个170块钱红包，更高兴了。我又接着问，我说我的身份证号是多少？那会儿啊，微信聊天都是我在聊，他不说话。我说那没什么可说的，我就睡了。他说哦，我说哦，你个脑袋呀！女生要睡了，男生应该跟女生道一声什么？哎，他反应过来了，给我回，他说那你注意安全。就是太内向，太内向。我跟他谈恋爱那会儿，我都不知道什么叫做激情，直到有一次啊，我坐地铁的时候。就坐在我对面一对情侣，我一看到他俩，我才知道，什么叫激情。你知道那俩爱到什么程度？就这2个人啊，捧起彼此的脸开始吻。然后呢，你知道当时跟我看到我受不了啊，我说这干嘛呢？吸氧气呢。所以有人问我说：“姐啊，你说他又不说话，又没激情，你嫁他干嘛呀？”他虽然不说话，但是他有一点，他听我的话啊。你看草原上让骑马就骑马。是不是？
你在家也是啊，我说你去晾下衣服，哎，人听话，人就去晾。他不会做啊，但是他努力做。你正常晾衣服，是不是衣服件挂在衣服的肩膀的两端晾上去，对吧？人家拿衣服件，人家扎在衣服的前胸跟后背。就我那个高领衣服，前头给我扎出一个小揪揪来。别人一看我说：“姐，你长喉结了。”所以他那会儿他虽然听话，但是他也有急眼的时候啊。那一次就是我们家孩子还小嘛，我在家里我忙了一天，我没吃饭。我给我自己点了一个外卖奶茶啊，就说心里话，那天也挺委屈的。就是人呐，越忙他越急躁，你知道吗？我给那个奶茶里我加了好多的佐料，那个奶茶我现在还记得，38块钱，啊，孩子小啊，他就拿那个奶茶在地上边走边喝，结果吧唧摔一跤，那个管儿给嘴给扎破了。对，那一次是我老公跟我急了，真的，我们1.58米的男人急起来真可怕。当时冲过来薅着我的领子，在我怀里哭了好久。这你说心里话，他瞎哭有什么用？我能不心疼吗？你肯定心疼啊，那是我刚买的奶茶呀。所以有时候委屈就在这儿，就是你家里你忙了半天，是不是没有人说是你的功劳？但是但凡有点事儿，人都说什么？说啊，你当妈的怎么看待孩子？那你说那我图什么呀？后来我一生气，我就冲出门，我回娘家去了。我跟我妈说了这些事儿，我妈是过来人啊，她什么都没说，她把一个电视遥控器放在我手上，把后盖给打开。我妈说孩子呀，这个家确实是你在忙，但是你想想，是所有事儿都是你一个人在忙吗？我一看到那个遥控器，我突然反应过来，家里遥控器的电池我从来没换过，家里的表永远都在走，家里的牙膏永远都挤不完。我妈说这回你知道了吧，那都是我过去给你俩换的呀。所以那时候真的我明白一件事儿，就是为什么有一段时间我老埋怨啊，一杯奶茶都能让我炸毛，就是有段时间我失去自我了，就是我的事业天天就盯着我家那摊活，忙活忙孩子还不打扮自己，人真的会显老。有一次我带着孩子在那个外面玩，旁边有一个大爷啊，带着一小孩就过来问我说啊，你是孩子他奶奶吗？我说我是孩子他妈。人家老人只跟我道歉，能理解能理解。我说没事儿，我说您是孩子他爷爷吗？他说我是孩子他爸。那是我第一次认识了海波老师。就算别人知道我是孩子他妈，也没有人知道我叫什么，我没有自己的名字了，知道吗？我周围的街坊就是管我叫谁谁谁的妈妈。那我就在想，我是妈妈的同时，我也是我自己呀。我为家里人忙的同时，我也应该先为自己活呀。所以那时候我决定了，我得重新返回我的舞台，我得干点我自己喜欢的事儿。每当夜幕降临的时候，我开始给我自己化妆了。人周围老太太一看我说：“哟，大晚上你捯成这样，你干嘛去啊你？”我自豪地说：“上班去。”等我真正回到这个舞台，真的反而是舞台教会给我很多生活中的道理。你比如说，人怎么把幸福感提升上去，把预期感降低。你像我们来参加这个比赛，你甭老想着啊，我怎么还不晋级呀？我怎么当不了大王啊？张绍刚怎么还来呢？这你不想这些，真是没用，真的讲这些没用，全都没用，知道吧？啊，你就简单的想，今儿来的观众打人没？没打。大老师睡着没？没睡。牛，比赛成功。所以说，生活也是这样。怎么把咱们的幸福感提升上去？是更简单了，你就甭老想着我老公爱不爱我，你甭讲那些没用的，你就每天早上拿2根手指探探旁边的鼻息，有气儿没有气儿，你要白头到老。所以说，我现在真的事业变得越来越好，我有我自己的专场在全国进行巡演，而且是这个舞台把我的名字又给我还回来了。真的，我演完出啊，有的观众专门来找我，人家跟我说，他说小雪，他记着我的名字了。他说我看了你的演出，中年女性的脱口秀也很不错，你坚持住，以后我就是你的忠实铁杆唯一的粉丝。我给人鞠躬，我说谢您谢您，要么咱俩加个微信号吧。他说啊，那没有那个必要。所以说现在还有妹子在问我，她说姐呀，我们也到了一定年纪了，是周围人也在催我们到底应该怎么过，不应该怎么过。真的，我现在听到应该不应该，我脑袋就疼。人总共就活3万天，哪有那么多应该不应该？只有你想和不想。你想谈恋爱就去谈呀，感受激情；想结婚就去结呀，想单身就去单。
就是你不要因为别人把路走成啥样而影响你的选择，你应该坚信我走哪条路，哪条路就会升华。所以说，对那些没事对你人生瞎指手画脚的人，你就笑着跟他们说一句：注意安全。我是小雪。来，投票倒计时。来，再次掌声送给小雪。因为去年看到了小雪的表演，然后之后还做了节目，你就发现这个舞台上有很多种成长，小雪再完成这个成长，但是成长永远不会有最高级，成长是个比较级，而且这个比较是在跟自己过往的比较，所以大家不要期待一个女孩在台上讲脱口秀会呈现特别完美的，或者永远都是最先进的，站在最前端的一种生活方式，不是的，她在一点一点成长。我觉得这个脱口秀的好处在于，我们可以允许一个人在舞台上一点一点呈现自己的成长，我体会到哪儿，我就表达到哪儿，而这对于他来说就是此刻最先进的、最大的成长。小雪老师这一段在线下就是其实演的蛮多的嘛，是比较成熟的整段拿上来的，而且小雪老师自己也有专场，是吧？那个专场叫《生而为人》，现在正在全国进行巡演，啊，也欢迎各位老师来观看，买票观看。好嘞，必须的。好嘞，好嘞。感觉可能有一些线下的笑点和在节目上的笑点可能并不是非常重合，但您的节奏还是非常稳定的，这一看就能看出来您是线下经验非常丰富的演员，很厉害。谢谢谢谢谢谢。来，再次把掌声送给小雪，同时也请小队的另外2位朋友子豪和小猴，还有吕博伟、火腿、孙熙回到现场。对不起你俩。特别好。小雪的票数是，好遗憾156淘汰了，淘汰了。卡线应该是。没关系，没关系，这组已经是非常好的成绩了。然后，但是呢，只能说攻类没有成功，但是感谢这一组给我们带来的精彩表演。耶！来，3位进入待定区，也恭喜吕博伟、孙熙、陈火腿首类成功。各位，现在是这一组擂台赛最后一个小队了。这个小队很有特点，因为他们来自各行各业。这个小队的朋友包括自媒体博主张俊，俱乐部主理人李梦洁。哎，我不是了，现在失败的俱乐部主理人李梦洁，音乐剧演员丹妮。首先要上场的，哇，最近风生水起，那 vlog 做的，来 vlog 博主张俊。我是个装货。我爱装，别人说张俊你像 ABC， 我是 AC， 中间那个是我装了。别人说张俊为什么你说话总夹杂着一些英语母语者的动作和表情？我说，你想学的话，我可以教你，你就用你的眉毛和嘴巴去拉扯你的眼睛，耸肩说话 ，OK。很好用的表情包，什么场景都可以用。别人跟你说炸裂的3观 ，OK； 震撼的八卦 ，OK； 今天3体人打过来了 ，OK； 什么都可以用。今天这场讲完，你什么都不会记住，你只会记住这一个动作。回去以后莫名其妙的，你把灯一开 ，OK。你做一个。说话要装也很简单，你中文不要说太好。你讲英式中文，你脑子里想英文，但你说中文，你说的不是 Chinglish，
而是 English。English 是有弊端的，因为有些表达你用中文的思考会更简单。你们同意吗？同意。反正我不能同意更多了。还看规模？天哪，这个好好呀。OK， 我现在熟练掌握临门语言。英语不是我母语的同时，汉语也成了我的第二语言。我现在的母语是一堆手语。人装都是为了让自己显得很特别啊！我一直没觉得我的行为给别人造成了什么困扰，直到去年我在纽约见到了一大堆跟我说话一模一样的张俊 Pro Max， 我才知道我之前有多招人烦，你知道吗？那感觉像是2个潮牌主理人在纽约撞衫了。那哥们说话张牙舞爪的，我说 Where are you from？ 他说内蒙。内蒙听怎么了？内蒙不可以说。你英语这么好了吗，杨蒙恩？杨蒙恩吃亏就吃亏在他不会跟这个哥们儿一样装，这个哥们儿他显得英语特别好，但他没有说一句英文单词，他只是加了一堆英文特效音。嗯哼，嗯哼，哇，那，这还是在一句话里面，我有点打不过了，我只能用英语给他捧哏。Really? No way. Crazy. 这就是美式捧哏啊 ！Really high, no way 或 crazy， 没听说过。回家以后也是，我室友也在那个地方。我说怎么家里也有一个？一开灯是镜子。我说我不能这么招人烦了，我有点太招人烦了。我要好好说中文。我现在30岁，我要好好说中文。我刚刚看见大家很炸，然后我已经没有跟之前一样到处找东西。我这边直接给到一个夯。Super 的 good。为什么我会这样？因为我从小就这样。我小时候看了很多英文电影。我爸爸是在图书馆给大学生放电影的。我不知道为什么那么多人说他是大学教授，可能因为之前我这么讲吧。那个人是我叔叔，我第一次上节目，节目组说你没时间解释那么多，你就安在你父母身上，不会有人记住，所有人都记住了。对，我就讲，但他的工作也很有意思，他会给学生放电影，因为是教学用的，所以那些电影没有任何字幕，他很忙，就会让我跟那些学生一起看。当你从4岁开始看了非常多没有字幕的英文电影，你是学不会英语的，你只能学会他们所有的肢体动作。而且很多时候还是误用。我是武汉人，我小时候这么劝架的：撒尿都不容易。对面说他是不是在拱火？手语也是分语种的，英语手语就是这样，英语就是这样，武汉话。即便后来我学会了英语，我在美国我也很难跟年轻人沟通，因为他们的语言太新了。我的英语是从90年代电影电视剧里学的，教材太旧了。我说话相当于20多岁老外一开口，同志，我想解手。敢问路在何方？所以，即便去年是我第一次去留学，但我瘤子味已经冲了一辈子。瘤子味仿佛是我体味，你知道吗？我一出生就有，你知道，我像是一个阳澄湖味特别重的滴水湖大闸蟹，你知道。好像留过洋，但我没有。去年去那边算是过水。我从4岁开始动作就有点西化了，有点西。我父母觉得这个事儿特别好玩。我爸问我你跟谁学的这些呢？我说我不知道。我爸说 OK。
我现在知道了，在他们眼里，我只是跟其他孩子有一点点不一样而已，但无伤大雅。我就很像是一个肉夹馍，但那个馍是 bagel， 属于洋装，虽然穿在身，但我心依然是中国心。我得跟你们摊牌，我爱装，我是通过装找到我的人格的。我已经装了太久，以至于我变成我装的人了。虽然有点招人烦，但装是我的原皮，这是我原装。我觉得，如果你为了合群，你为了满足别人的期待而不装的话，那反而是一种装，一种倒装。谢谢大家，我是庄俊。为张俊的表演投入手中宝贵的一票。投票倒计时。再次掌声送给谢谢。黄子，你又怎么了？被装到了啊？没有，因为首先我非常喜欢张俊老师的脱口秀的风格，还有包括他以前一直以来讲的故事。哦，谢谢。因为首先我觉得他的自嘲都很巧妙。今天你一上来的那一个节奏，你说我是一个装货。我觉得特别像是一个讲那种 one liner 的那种感觉哈，然后你到你后面那个什么英歌逆死，就是我觉得你每一个细节点巧妙在你没有过多的那种浮夸的一些表演，我很喜欢。谢谢。嗨，张俊嘛，就是厉害这事儿，大家都知道了，对不对啊？哇，这位今天一上来就说自个儿装哈，其实这也没有很装啊。我觉得后来出现一堆 rapper 之后，这个已经不叫装了。哦，还是相形见绌了，有点对。哎，大老师，你遇到的那些 rapper 里面，让你都觉得有点装的是什么样的？有那种啊，就是说他们说唱的没有意思，然后什么中文说唱应该 just like this。我说你这段 listen 的我完愣的，你知道吗？bro 是吧？一上来就是我操，就是撒好久那种感觉。哎，但是你穿的特别像90年代情景喜剧里头美国那个。对，我喜欢老友记那些，我感觉人就是会一直看自己出生的那个年代的一些作品，就会反复看那些，好像想要回到那个时候，但是。对，一直以为他是庄俊，一看哦，张俊。张俊。我是庄俊。没有，就他那个魅力很强的，他在说他不让你讨厌，我觉得这是一个自己自身的魅力。但是你要让我再说什么，我又不知道说什么，因为说好说坏他都会 OK。而且张俊都说过了，他这回主要这一季来就是要带领这个潮流，这个潮流什么时候能潮起来？你感觉播了这第2回，这个就这个应该就可以了，是不是？说不定呢。因为我一直觉得装这个它是一个中性的一个状态。对。张俊的脱口秀最有意思的一点，他在于他是在讲跨文化的一个东西。里面有很多特别值得去探讨的，比如说为什么我们在语言中夹杂着英文或者外语，别人会说哦，你这人好装啊。那么请问我要讲普通话、上海话、东北话，你会觉得我装吗？不会。会觉得很亲切，因为讲了方言，就是为什么不同的语言带给别人不同的感受啊？它里面有很多特别习惯了很多特别跨文化的东西，我觉得其实很有意思。而且张俊的文稿你会发现，他变一变的话，用英文讲好像也是可以的，而且语言就是流变的。是的。来，张俊的票数。183，来，掌声送给张俊。谢谢。我甚至感觉他生下来就这样哎，都不是装，就是他就这样的人，我感觉他就是从小就这样，耸一下肩才能喝水的那种人。我现在的母语是一堆手语。我是觉得他戏精，我会觉得他是那种就很美式的氛围营造者。我记得第一赛段对有一个印象对我特别深的，一个人讲了非常炸的段子，他真的就是下跪在地上，这样笑。我当时觉得
太美式了。你什么时候开始这样笑的？我不相信你出生就是这样的，因为我不知道其他的笑法，我的声带就是这么笑的。我觉得最好笑的笑声是那种笑出来没声音，就像喘气的那种。这种比较好笑。不好意思，这种比较好笑。给自己呛死。其实当一个人出自己装，这个人就不装了。迅哥从去年开始就变得挺可爱的。哇，这个6点37这个稿子太……你写的好吗？太好，这密码，这不得215票啊！脱口秀这个事情，它讲究的是戳穿一些表面的事情，而我就在戳穿我自己，但我没有像这一次一样做这么大量的自我观察、自我暴露。你会发现你的身上有各种各样的你没有观察到的缺点，但它就是真实的你，所以自我暴露、自我接纳，我没有尝试过这个事情，就是尝试完，然后观众也对我很接纳，我觉得非常感动。这支小队派出来的第2位，让我们欢迎李梦洁。大家好，李梦洁加油！别怕，张俊是你队友。别怕，非常开心再次站到这里啊！各位知道再次站到这里意味着什么吗？首轮没淘汰，耶！评了我最好的成绩了，已经是最好的李梦洁了。听起来很心酸啊，但我真的很开心，因为我之前是一个很难开心的人，我非常的内耗。比如我觉得我自己很辛苦，我会奖励自己去吃一些必吃的餐厅，但我在吃之前会调整我的胃。我希望我在吃之前啊，我不是7分饱，我是10分饿。胃是一个必吃的状态，当然也不能是15分饿，不吃必死。几分餐厅几分饱。有一次我去成都演出，我觉得自己很辛苦，我奖励自己休息1天，我要去看大熊猫。一个成都的朋友跟我说，那你一定要看早上7点半的大熊猫，因为7点半的大熊猫是最好的大熊猫，干净活泼可爱。我说我要看最好的，因为我觉得我配，我工作很努力，我配看最好的大熊猫，配得感。如果要看7点半的大熊猫，要早上6点起床。我平时是晚上2点睡觉，早上10点起床，我一定要睡够8小时，因为睡够8小时的我是最好的我，最好的我看最好的大熊猫，我想要最好的 match， 成为彼此的 crush， 耶！我都能想象到第2天我们相遇的场景。大熊猫在人群当中看到我，竹子啪掉地上，神采奕奕。糟糕，心跳的好快呀，差点又要灭绝了。9点的时候躺在床上发了最后一条很装的朋友圈，明天的你一定会感谢今天早睡的自己。7点半最好的大熊猫我来了，开始认真睡觉。眼睛一闭，睡不着。再一睁眼，凌晨1点了。我意识到个更严重的问题，凌晨1点了，我再怎么努力睡觉，都不可能是最好的我了。我睡不够了，我再睡不着，第2天我得戴着熊猫眼看大熊猫。大熊猫在人群当中看见我，普通。
好普通的男人。我不能给大熊猫留下这样的印象，我得赶紧给自己上强度。我在网上找了几种入睡的办法。第一种，跑步，大脑会释放多巴胺，可以睡着。第二种，哭，大脑会释放内啡肽，会容易睡着。第三种，裸睡，裸不穿衣服，大脑会分泌褪黑素，可以睡着。我想都试试。我要在房间裸跑哭的话，那不得是睡得最死的李梦洁呀？内啡肽、多巴胺、褪黑素三花聚顶。选了一个非常催泪的电影《忠犬八公》，开始裸跑哭。我是在脱衣服的时候觉得不对劲的，我很心虚，我感觉我在亵渎那部电影。我在干嘛呀？导演也不可能想到有人会这么看他的电影，电影不是给你这种人看的，你毁了我的电影。但我看进去了，哭得稀里哗啦的，跟八公共情了。八公等不到他的主人，就像大熊猫等不到李梦洁。多么纯真美好的电影，我多么希望我是穿着衣服看的。当时一看表，已经凌晨4点了，就是睡不着。我觉得我搞砸了一切，我觉得我搞砸一切。明明你有一天时间休息的呀，为什么连睡觉这么简单的事情你都做不好？我拿什么样的面目去看最好的大熊猫？我当时特别狼狈地躺在床上，眼泪还一直在掉。我突然看到了一轮月亮，我好久没有注意过月亮，那个我们祖先古人非常喜欢的月亮。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不知江月待何人？但见长江送流水。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那么美好的月亮也照在我的脸上，我觉得自己当时没有那么糟糕。但月亮为什么会照在我的脸上？我没有拉窗帘。我没有拉窗帘，我看见对面万家灯火全灭，就一家亮着。他不会看到什么吧？怀疑的种子一旦种下，信任就会崩塌。他不会拍照发小某书吧？我很焦虑，那一刻我希望我是一个真变态。这样我就不会有任何心理负担了。他说成都一裸男，我说有些人就是这样的，可我偏偏就不是。他说成都一裸男，我说出来你可能不信，他可能在看《忠犬八公》。我当时的情绪又掉进了一个深渊里，我觉得好丢人呀。我真的想直接从窗户那里跳下去，但是我的理智还是战胜了我。我的理智告诉我，李梦洁，你可以不怕死，我能感受到你的焦虑，你很痛苦，但你不能就这么死了。你没有穿衣服，2楼也不用跳。当务之急，你应该先删掉那条非常装的朋友圈。什么明天的你感谢今天早睡的自己。我去删它，我在删的时候看到下面一条非常直白的评论，他说哈哈哈傻，下午的大熊猫才是最好的大熊猫。我在凌晨5点的时候删了那条朋友圈，也是在凌晨5点睡着的。我在必须要走的那天下午看了下午的大熊猫，下午的大熊猫那个脏啊，那全身都是泥。我更加相信早上的就是最好的，他们可能洗澡了。但我那天下午非常快乐，因为我睡够了8小时。我看到了最后一刻，
大熊猫那个下班铃一响，大熊猫把竹子啪摔在地上，嚓就走了，太快了。我见到了最快乐的大熊猫，那才是最好的大熊猫。谢谢大家，我是李梦洁。挺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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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挺好。李梦洁投票倒计时。再次掌声送给李梦洁。哇，好好啊！李梦洁的这个太听进去了，哎呀，太进故事了，又很感人，我太喜欢了。你说你在网上看到7点半的大熊猫是最好的大熊猫的时候，大老师就开始认真的想，然后问我说，什么意思？我以为是一个脑筋急转弯，7点钟的大熊猫最好大熊猫是什么？是一个冷笑话了，因为他睡足了，洗干净了。我知道啊，就是说那个最好的大熊猫到底存在不存在啊？那个感觉越说越虚，越说越虚幻，那是一种臆想的东西吗？还是什么？我要说的话有点装了，但是你还能装过张俊吗？因为这是我专场最好李梦洁的最后一个段子，这个专场演了大概2年，58场，然后我会在我说谢谢大家，我是李梦洁的时候放那个小美满。这首歌是我偶然听到的，它很厉害，它用3分钟表达了我整个专场想表达的东西，就是希望听到的观众，你的生活能够轻松、愉悦，压力别那么大，这是我真诚想表达的东西。可是这些话是感觉是你在对自个儿自己说的话呀。对，因为我总会陷入到一个情绪里，觉得努力工作，你很辛苦，那你应该是不是要获得点东西？但我之前一直会沉浸在这个螺旋里，然后我发现好像不是的，因为在写这个段子前2天我去找一找有没有写月亮的诗，然后我真的是偶然间看到了《春江花月夜》，他有几句话，那是骆玉明教授好像解读的那几句话，我想一下好吧，江畔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月年年望相似，不知江月待何人，但见长江送流水。他的意思就是说，我们人类一直在往复，然后我们在月亮、在宇宙面前真的非常的渺小，对我们有非常大的压迫感。但是那一句不知江月待何人又是非常美丽的，江月它等待每一个人。因为你眼中的世界才是最好的，所有的东西存在都是因你而美好，你觉得它好，它才好。就是美好就在面前，得你亲自去看，是不是？你看不见的东西，它发生再多，它也看不见。而且就是说，他还有一个最开始一上来那个太可爱了，说那个说你说什么来着？我们一下就拍灯了，说那个加油李梦洁，加油李梦洁，你是最好的李梦洁，就是那种。因为你和张军是一对的。没什么的愿望 That's right。没有什么事要干。Say what？ 看见路口红灯一直闪，它像眨眼的小太阳。哎，我也会。对，我想说，就是刚才我在听整个段子的时候，其实我就挺感动，因为我觉得内心会很煎熬啊。如果你一直在追求那一个最好、最好、最好，那你的人生当中一定会换来的是更多的遗憾。因为你总觉得我拿这个不是最好的不是最好的，因为你最终学会的是对誓言放手。对，所以那个小美满也是一样的，它是很治愈的歌。其实你看歌词，它是很难过的一个歌词。对，后面就是你要遇到事情，你要学会转弯，你要去接受转弯的那些风景。是，所有的东西在你头上顶着乌云，哎，你可以把它想象成棉花糖。所以我觉得我们就要有这样的心态去，才能够收获到更多的小美满。谢谢。李梦洁老师的创作一直很有自己的特点嘛，今天也是一样，就是很有自己的坚持，就是一个好有共鸣的话题，但是好冷门的叙述方式，就是有时候你又觉得哎呀好共鸣，有时候又觉得好像不是很敢共鸣，
就是理解上会有一点点障碍，但是这是你的艺术坚持，我觉得也没什么问题。哇，谢谢。来看一下李梦洁在投票结束之后，她会得到的票数。来，李梦洁168。不好也，没问题，加油！来，回到队友的身边。很好，很好。即将整个的这一个阶段的擂台赛最后一位出场的演员，等得非常辛苦，同时也是让我们一眼就能够看到他对舞台热情的这位脱口秀演员，掌声欢迎丹妮。嘿，大家好，我是丹妮。我是一个音乐剧演员，大家看过音乐剧吗？哇，你们好有钱啊！很多人没看过啊。音乐剧其实是什么呢？就是演员在台上演戏啊，演着演着突然就唱了起来。我进入这个行业其实是一个巧合。2012年，我偶然刷到了一个招募的信息，全英文音乐剧招募演员。巧了，我在准备4、6级。哎，我就报名了，我就进入到面试。面试那天我非常开心，因为在北京大学，推开门，里边坐的是一个美国白头发小老头。来吧，老头，咱们练一练。我一上来我就自我介绍，说 Hi, I'm Danny, nice to meet you. I'm from 石家庄. Now I'm going to sing a song. 他说 Sing. Sing for me. 他说 Sing， 咱们就 Sing， 咱们一个大 Sing 特 Sing。我 Sing 了一个很老的 song， 来自音乐之声。You are 16, going on 17, baby, it's time to sing。他说行了。我通过了面试，成为了一个音乐剧演员。哎，进入到这个行业之后，我就发现我们经常需要面试，每次面试呢都要填写一些资料表格。别的人都填的是上海音乐学院、上海戏剧学院、北京舞蹈学院，我廊坊某某学院。廊坊，一个天气预报里才会听到的名字。我真的羞于提及我的毕业院校，所以每次我填表的时候，我都写的是石家庄6中。面试多了之后，我发现很多的剧组招募的标准非常的相似，女主165女高音，男主180男高音，我万岁。不要再看我了。女中音，所以我经常会演一些多功能人，比如说妈妈、奶奶、魂魄，都是那种死得很快的角色。啊，虽然死得很快，但这么多年我都没缺过戏演啊。怎么说呢？石家庄人是杀不死的。我观察下来，发现那些科班院校的演员，他们之所以能进入到科班院校，因为他们的父母非常支持他们。但我不一样，我爸妈非常反对。最开始我都撒谎，我说我在北京大学做教授啊。哦，我妈反对的理由很简单，她说你做演员你就是吃青春饭。妈妈，你但凡知道我演的是奶奶，你就知道我吃的不是青春饭。啊，我爸不支持我是另外一个原因，我爸觉得音乐剧丢人羞耻，上不得台面。他说过那种非常难听的话，你演那个破音乐剧啊，你就是社会的渣子。社会的渣子。我只是演了个音乐剧啊。但他这个话说的好像我手里有几条人命，都是我唱音乐剧给唱死的。
我爸是觉得你搞艺术，你就得上春晚，你不上春晚，你搞什么艺术？好，照他这个逻辑啊 ，Taylor Swift 社会的渣子，这些社会的渣子。没上过吧？咱们都一样。你说我爸说话这么难听，我肯定不爱理他。我不理他，他给我发信息：大过年的你不回老家，全族的人都瞧不起我。全族的人，我爸是汉族。后来我爸还是知道我在做音乐剧了。他就开始处处为难我，说话更难听了。比如说我们一家看春晚，他就会叫我来，赵丹妮来，你看这个节目，你在哪里？春晚是直播，我在家里。家人的不支持和我自身条件的不足，常常让我陷入自卑。但后来我来讲脱口秀了，哎呦，脱口秀太棒了。脱口秀没有门槛儿，哦，音乐剧不一样，音乐剧我们的门槛非常的苛刻。比如说我们去面试，演员要准备一首歌曲、一段舞蹈、一段台词、一段表演和一个才艺。刚才那4个算什么？脱口秀演员哈，普通话有口音，才艺。男演员会化妆，才艺。我唱首歌，绝技。总有人问我，丹妮，你推荐看脱口秀还是音乐剧？我推荐上大众点评打卡必玩榜。更多新奇体验等你发现，好不好？大众点评就行了，好玩才是硬道理。后来呢，演脱口秀，家里人就是真的没有再拦过我，哎，也没有骂过我，非常的蹊跷。我怎么回事？直到有一天，我偶然听到了我父母的对话，我妈这么说的：“哎呦，你这孩子天天晚上出去讲笑话，哎呦。”我爸说：“你懂什么啊？你懂什么？脱口秀比那个音乐剧强多了。脱口秀上过春晚。”感谢春晚，我是脱口秀演员丹妮，谢谢大家，谢谢。200。各位，第2赛段最后的一次投票，来，投票倒计时。再次掌声送给丹妮。太爱丹妮了。丹妮，哇，丹妮太棒了，太好了！而且还有好多那个说笑话那个点，都是那种梆，然后倍儿那个硬那种感觉，对。而且那个他就很飒，对，特别飒。而且你妈妈说那句话，我在我听起来是特别好的一件事，说每天晚上出去说笑话去。多好，这是我的梦，就是我觉得每天晚上能去给大家一块儿说笑话，开开心心的，这多好啊！那不是因为你上过春晚吗？你看看尚老师这话酸的呀，我春晚那饺子应该蘸他这话吃。哎，您没上过吗？哦，哇！好了，没有，不说这些事，我只能给上过春晚的人跪下。那个不行，那个不行，不是，都上，合家欢乐。但是真心的觉得，丹妮就是本身你演这行真的多少年了？就是说脱口秀。脱口秀是5年半。哎，有专场了吗？有专场，现在还在巡演。我好想看呀！来说出名字来，丹妮。我的专场叫《百变女友》，希望大家来看，谢谢你们。哎，那你还唱音乐剧吗？现在？
现在不想唱了，还是有活也接呀？就是说是，对，因为音乐剧其实那边的工作机会要少很多，然后也不像这边这么稳定。我其实上一次看完丹妮的表演，我就很担心，因为她上一场实在是太炸了。人难免会有对比嘛，你观众你肯定会跟他去上一个舞台对比。希望最好的周深去见最好的丹妮，对不对？说上回的这么好，这一次也是更好的。对，就我会为他担心，但是今天看完之后，我依然还是很享受、很开心、很快乐，所以我真的为丹妮感到开心。而且他在舞台上的驾驭力真的是太强了，感觉那块地他想去哪儿就去哪儿。谢谢你，谢谢老师。丹妮好到什么程度？我记得上一次丹妮比完之后，袅袅就哭了是吧？我也不知道我的泪点在哪里，就是我就是很激动，袅袅特别激动。袅袅当时就觉得，因为她觉得丹妮太好，太全面了。当你在舞台上看到一个人，他无论是从表演到他的文本，然后个人的魅力都如此完美的时候，作为同行就会因为欣赏而变得特别激动。所以我能够明白，从一个专业人士角度去看他。今天唯一就是因为太好看了，还想再看，然后就结束了。你想，当我们会觉得它短的时候，已经说明它足够的好。对，谢谢。对，我觉得一方面丹妮老师的嗓音很有穿透力，真的。对，还有就是我总觉得有时候演出效果不好，是因为我不够放得开，或者是因为我性格的原因，还是因为我是女孩，所以我放不开。就是我有很多很多的怀疑，然后，但是上次看了丹妮，我就感觉。原来我们通过训练，我们通过掌握一些技能，我们通过反复的磨练，我们也可以具备这样的能力的。然后我就感觉到看到了希望，就是，所以就绝对可以的。谢谢袅袅老师。我就是觉得结束的好突然，我就是好沉浸，因为我感觉你这样再讲半个点儿，我也会非常认真且专注的听下去，是吧？想看的专场就是想看，太想看了。谢谢，太精彩了，你的那个感染力就是无敌。对，然后其实包括像你聊到就是音乐剧方面，因为其实我也演过几年音乐剧。我看过你演音乐剧哦，真的吗？对，谢谢。然后所以说，其实我非常理解，非常懂你心中很多的一些点。对，然后我就觉得说是。你能把他这些东西讲出来，无论如何，我觉得在舞台上这个形式，我觉得是一种心情的释放，也是一种真实的表达。同时，你做出来了最本身的你，我觉得就是看到一个非常自由且超级厉害这样的一颗灵魂，然后在大家面前蹦蹦跳跳，然后同时未来也一定会越来越闪光，就是超级喜欢你的表演。谢谢老师，太棒啦！我建议大老师建议就是说今天有一个完美的结束。刚刚你唱的音乐之声那一段的时候，是吧？周深也会唱，你们俩能不能唱一段？来，就这首歌，合作者周深、丹妮。You are 16, going on 17, baby, it's time to think. Better beware, be canny and careful, baby, you're on the brink. You are 16, going on 17, follows will fall in love. Eager young ladies can romance and case will offer you food and wine. 谢谢周深用这样的合作来结束我们第二擂台，谢谢丹妮，谢谢周深，太完美了。谢谢，拜拜。谢谢丹妮。丹妮是我认为完美的脱口秀。终于在脱口秀的舞台上有一个人说话利落了，能气儿也匀了。这就是因为以前我都是听呼兰吱声这样的人在说话，一个倒不上来气儿，一个是说话声音那么大，就没有一个说话正常的。没办法，普通话一级甲等。新人里头啊，我最喜欢的人，男小五，女丹妮啊，他们两个简直让我觉得太棒了。然后希望能够走到这一季最后，让我多听听他们那些可爱的东西。俊哥、孟杰老师。来吧，也请吕博伟、陈火腿、孙鑫、
同时上台。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哎呦，我们拖后腿了。我们来看一下，丹妮得到的票数是201，丹妮拿到了201票。张俊、丹妮、李梦洁将进入待定区。我们也祝贺吕博伟、陈火腿、孙熙守擂成功。哎呦，你就是最好的李梦洁。我觉得丹妮太棒了，就是丹妮把这个尾收好了，我觉得我真的有点糟糕，表现从分数的表现有点糟糕。这段给他掐了啊！不是说，哎呦，不是，我不需要最好的李梦洁，最好的李梦洁。有哪个瞬间让你们强烈的感受到我们现在是一对比？上台那瞬间，我觉得上台那一瞬间，真的特别希望我们3个一起把这事儿给干了。那手握的贼紧。哒哒，真的有想过我们可以创造一个好的成绩。哦，有一个，他给了我们一个幸运贝壳。所有拿了我贝壳的人都晋级了。丹妮，我那个幸运贝壳碎了。这是我的问题。人家不怪你了，怪可能是幸运贝壳，幸运贝壳。可以有一个组合的合体的动作吗？3、2、1， OK。各位，截止到目前为止，我们的第2赛段双擂之战就全部结束了。本赛段一共产生了2支擂主小队，他们分别是小齐、史岩、瑞瑞、孙熙、吕博伟、陈火腿。让我们再次恭喜6位晋级。目前我们现在一共有36位待定，本赛段根据规则有35个晋级名额。所以在待定榜单中，前29名成功晋级。让我们来看一下待定的榜单。让我们恭喜王大刀、冯子豪、林琛、陈小静、侯志远、世玉、丹妮、小武、阿修、韩大狗、龚欣彤、季业、步惊云、岛主、小四爷、贾浩、海波、赵越、张俊、阿赛、荒岛人气王、Seven、曹国、高寒、TZ、小杜、白小白、李梦洁、翟晓明晋级第3轮。我们请晋级的朋友去到晋级区。你是头海，你连续2轮200票了，太狠了，你太狠了，给我能混1轮了，我能走1轮了哈。哥哥，刚出去就回来了，跳高。二哥，哦，找了，没事没事，芳芳姐已经很好了。走吧走吧，又不是不见了，快走吧。啊，大鼓手没进。哎呀，我陪你待会儿啊。不用，你去吧，你去吧。各位朋友，我们再来看一下本赛段没有能够成功晋级的选手的名单。他们是大国手陆恒、李奇宝、小雪、杨鑫、小快和粽子。让我们再次感谢7位给我们带来的精彩的表演。这些演员只是暂时离开了我们这块屏幕，但是在线下他们会继续和大家见面，继续给大家带来更多精彩的脱口秀演出。感谢各位，谢谢。晋级有实力，经得起大众点评。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本轮晋级名单。让我们再次恭喜所有的晋级朋友，恭喜各位！各位脱口秀和他的朋友们，全国巡演已经火热开启，打开效果小程序，参与城市许愿，
享优惠看演出。记得为你喜爱的演员排灯，参与脱友问答，认证脱友身份，优先赢取演出门票和节目录制的名额。请大家关注效果工厂公众号，第一时间获得演出信息。感谢各位朋友的陪伴，下周同一时间，脱口秀和他的朋友第3季，我们下一轮再见。加油！今年新人比每年都多，我觉得认识一些新朋友对我来讲很重要。而且今年我彤姐其实是我正常的社交圈不会接触到的人，对我来讲是一个意外的收获吧，算是。从认识到现在挺久，但是从熟到现在没有多长。我特别怕会渐行渐远。你会因为担心失去一个朋友，所以不投入过多的这种情感吗？我对谁都是全部投入情感，因为我觉得，如果我现在不投入情感的话，你很难避免失去一个朋友。欣姐跟我讲一句话，她说：“岛主，你不要老想着终点，你有时候走着走着就到终点了。”那时候我很感动，我就给欣姐录那个，我说恭喜欣姐获得脱口秀上的第3季总冠军。这都是最好的安排，真的。现在心情都不一样了。没事，没事，明天还一起吃早饭。难得啊，难得最后坐一桌了，就是可能要过很长一段时间了。我们一直永不解散。我觉得我们一对，他们不会对我有任何的恶意，然后我会把很多心里话就跟他们说。其实我感觉熟起来，慢慢的好像彼此的距离近了，好像是。我觉得赵越真的特别的会安慰人，就是他是能完完全全说到你心上的那种，就是我会觉得很踏实。我觉得我好像不是在一个外部世界里，不是在一个有摄像头的地方，我是在家里。挺动人的，已经是一个完整的夏天了。有谁的离开会让你觉得比较遗憾？块儿哥，小快哥有点可惜啊。之前有想到过自己会止步于第2轮吗？想过一点点，但确实没想过这么低。我肯定是没做好这个准备。你又长大了，你还是挺好的，再多相信一下自己，你还是可以的。哎呀，辛苦了，就是已经很努力了。我脑海里的答案就是做自己，跟着本心去走。我觉得过程比结果要重要啊。那以后我躺在躺椅上，我可以边喝茶，我边想一下我当时在上海录制节目的时候，每一天都很开心。我想问问答案之书，觉得我有问题吗？哎呦，猛睡一觉，这个确实是一个问题，因为我睡眠很差。那我心里祝福的人会越来越好吗？你命超好，小珍。讲脱口秀的目的是什么？别放弃。对，他就是这么说。会不会啊？我说不干了，然后翻到我自己写的那个行，这个就是我的拷问。都是假想敌，都是纸老虎。后面的时间你会比现在心境上更平和、更自由吗？就这个吧。
你现在什么感觉？非常好，我会给我自己答案。现在的环境下，大的黄金时代已经没有了。但是我们自己牛的话，你就去闯，就披个蓑衣，戴个斗笠，我们还是可以创造一个小的江湖。快乐不整虚的，咱的评价都是真的。感谢帮我们发现好去处的大众点评冠名播出。番茄是个宝，茄皇错不了。感谢约一颗阳光番茄在里面的茄皇联合赞助播出。颜值7克，鲜满10分。感谢颜值下降但鲜味爆表的海天博颜特约赞助播出。烟火气氛正好，可口可乐不能少。感谢一口畅爽，烧烤更有烟火气的可口可乐赞助播出。超30倍乳铁蛋白加乳脂球膜，助力宝宝体质双优。感谢真心守护宝宝成长的美赞臣蓝针赞助播出。快乐信号满格，冲浪一路丝滑。感谢我的网络好搭子中国移动赞助播出。咔嚓咔嚓，一起脆翻天。本节目由美味酥脆、有料有趣的雀巢脆脆鲨赞助播出。我们即将开启本赛季第3赛段，我们叫5险2进赛。我说我只是不比赛，又不是不要脸。我特别怕我没有给广志登，广志要做校友团冠军。这好找工作吗？嘴里念的说的是好优美的中国话。我从小就有一个梦想。I'm star, I'm movie star。根本不是表演，是个明星的演出。我真的特别爱你，为什么你会 encore？ 今天大王洞之夜，大王洞之夜是啥意思呀？组一个乐队，我们就共创。这句伤害力太强了。这就是爱。半原创喊麦，怎么喊麦呀？拼夕夕牛脆脆，高喊喊心碎碎，曹国曹国，哎，立地成佛。可以啊。立地成佛。我们报技能5子棋2，让岛主演男主角，让张俊演男配角。咱们让观众吃点差的。终于有了一点点恋综的味道啊！鸡皮疙瘩都起来了。大家都在炒 CP， 只有块哥在炒鸡蛋，太凄凉。来，就坐就坐，晚会马上开始。5、4、3、2、1，怎么回事？月月不活了。是我拿切蒜刀切的。身材基础穿搭就不基础时装周正式开幕。你圆被我摔到了吧？大玉米棒子。上面有车，然后这有一个老奶奶在过马路。你是这个车，该你了，特务，该你了，特务。本期的游放任务就是表演精英霸道总裁剧啊，这很难驾驭。我就喜欢朝国秀哥去搞这种功。哎，我听到国秀哥哥了啊。没有为啥，我们刚刚商量了，都写他们。我还是想写剧里。我告诉你去赛吧，你别录了，你去吧。不录了。这是一个脱口秀大王上得来的节目。咱们俩呀，被时代耽误了。对，现在开启我们的时代。现在开启，正式开启。成功者的故事总是有人传颂，失败者的心声却没有人叙述。你说节目录了这么多年，头一回啊，说完大家好，我是小快以后，底下没有反应，对，一张嘴就已经输了。你知道那天我讲的多煎熬吗？就录这么多年，没有那么崩溃的时刻。和我一起探究这些被淘汰者的失败故事吧。我最近也经常刷到那种帖子，就是说什么小快是被低估了什么之类的。我其实是想过那种被高估的生活，让他们给大家传授一下他们迷人的失败学经验，怎么样失败的精彩，失败的理直气壮。我不想当梵高。让我们一起来看看他们离场之后的故事吧。
快乐不整虚的，咱的评价都是真的。感谢帮我们发现好去处的大众点评冠名播出。番茄是个宝，茄皇错不了。感谢约一颗阳光番茄在里面的茄皇联合赞助播出。颜值饥客鲜满10分，感谢颜值下降但鲜味爆表的海天博颜特约赞助播出。可口可乐一升元汽水，快乐不卡顿。本节目由可口可乐行业赞助播出。乳铁蛋白加乳脂球膜，助力宝宝体质双优。感谢真心守护宝宝成长的美蛋陈兰珍赞助播出。好网络就选中国移动，本节目由指定产品中国移动赞助播出。咔嚓咔嚓一起脆翻天，本节目由美味酥脆有料有趣的雀巢脆脆鲨赞助播出。托友全国巡演已经火热开启，打开效果小程序参与城市许愿，享优惠看演出。6月26日起，周5、周6中午12点正片更新，会员抢先看1周。每周1中午12点，托友日记大王洞的夏天围观合宿生活。每周2中午12点，托友好好玩公园看脱口秀演员的游戏时间，还有遇见他们第2季即将回归，梁海源视频播客离场之后即将上线，朋友们请保持期待。又带着冷笑话出现，幸好只有我懂你的笑点，不用解释，一个眼神到位，不用装完美，做自己才最宝贵。哦，拜托拜托，暂时忘掉一切，想记住你嘴角上扬瞬间，不用想明天还很遥远，不知不觉又和你聊到凌晨3点。烦恼往外跑，今夜有你们真好，这是我们的约定，祝你今夜过得开心，就要朋友朋友哦朋友，就要和你聊一整宿，就要笑声传遍海洋。更多节目精彩资讯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感谢丽丽城传媒、天气通、新浪新闻、腾讯娱乐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感谢指定问答社区知乎的大力支持。上知乎参与托友3问题讨论，参与知乎剧综圈子活动，解锁惊喜好礼。感谢独家播客合作平台小宇宙。想继续听脱口秀演员们台前幕后的真实故事，上小宇宙 APP 搜索托友3特别企划，一起听见喜剧人的唠友局。感谢脱口秀和他的朋友圈水果汤泉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